你好，师傅，下午好。你好。我是已经出来社会，就是打工了5年的哦青年人。OK，对，当然是青年。那我1年前，我认为我自己做了一个我人生中我觉得最精明的选择，那就是选择转行。转行。对，那好，就是从商业政务转行到现在，我是在银行做一个直销这样。然后在这1年期间，我的生活就自然也改良了很多。因为主要选择改行的原因，是因为我在我之前那4年那份工作呢，我是天天做到非常晚，然后睡眠各个方面也不好。那我转了这份工，我过后我就改良很多。那我现在呢，每个礼拜都有定时去做健身然后打羽球，然后就比以前开心了很多。随着就是我在这个公司已经做了1年，然后上司也对我的期许也开始增加了嘛，他就会要求我做更多业绩，那也不得促使我需要就是加班。那我想提问的问题是，就是当代所有年轻人的缩影，就是说如何更好的就是兼顾生活与工作，然后就是在英文就是说 work-life balance 这样。对，这是我的问题，谢谢师傅。请问你读过大学对吗？读过。专业是什么？也是商业政务。那你转行现在在银行做直销？对。这个也算转行吗？对我来说算，因为如果说就在我之前做公司秘书时，我是大部分时间都会窝在办公桌那里，就是跟人接触的机会少一点。那我现在更多时间去接触人，不同的人。那你喜欢接触人是吧？喜欢。这个很好哈，做自己个性或者比较喜欢的工作还是挺快乐的哈。对。那你刚才问的就是说，关于这个事业、工作和这个健康的生活，还有自己属于自己的时间，这怎样找到这个平衡是吧？对。其实这个特别简单一个问题，很简单，就看你有多少钱。太写实了。朋友们，你们说对吗？如果你没有什么钱，你一天工作最基础的时间是16个小时，16小时加。如果你钱很多，我建议直接回家，不用16小时，天天睡觉在家里，天天睡觉，就吃饭睡觉打游戏，想骂谁骂谁，对不对？对。骂你家工人是吧？都是可以的，就分你多少钱。很遗憾的，存款也不多。哎呀，就像街头乞丐，他要问我，哎呀，师傅啊，我怎样做到营养平衡啊？我说你只要冻不死就好了就是说，所以你关注的点吧，是与你的财富还有你要追求的人生有关系。就是我刚才说已经声明了哈，就是你要怎样平衡，世界上没什么平衡的。通常来说，以你的年龄你要追求的先是要事业，对不对？你28岁叫做刚上道，刚上人生工作之道，还有你刚调换了这一个作为销售性的工作，对不对？你叫刚上道中的刚刚开始而已。这个时候你要想养生的话，还有你今天挣的工资你觉得挺高的，叫我看的话，你不适合休息，孩子，你不适合休息继续努力打拼吧。好，把你你还有更多的爱好，这只能叫做不成熟的思维表现所以你在读书做学生的时候，说我一礼拜，比如说有2次游泳，我打2次羽球，还给朋友喝3次咖啡，还不能喝便宜的，是吧？我还买双球鞋，还不能买便宜的，等等，你这些要求的时候，我觉得就叫奢侈，知道吗？所以年轻人，尤其是一个男人，你要学会的是创业你只有更强大的能力和魅力，你才能够让自己心才能安。就像佛教经常会说，有一个
达摩祖师大家都知道了哈，大胡子来自于印度哈，他那个徒弟呢，那个叫慧可哈，达摩祖师呢，在这个少林嵩山那个冬天又在那里头打坐，一个山洞里头，现在那个洞还有哈，叫达摩洞，坐里头打坐，可是外面呢天降大雪，3天呢，那个雪大约有1米深，可是这个慧可呢来拜见这个达摩祖师呢，他就跪在门外头就不走。那么3天3夜下来之后，这个达摩祖师怕把这个外面站的这个慧可给冻死，所以就最后睁开眼睛说：“年轻人，你有什么事要问我吗？你站了3天3夜都不走。”说有，那说来看看。说怎么样让我心安呢？他说我心不安。可是那个时候他没挣钱啊，不像你挣这么多钱哈，还给父母交生活费哈，他其实是杀了很多人，比你干得大一些啊。他过去是个将军，杀了很多人，杀了很多人之后他心不安，可能还有其他的人生的工作啊、是非啊、争斗哈，所以这个心，你一个大男人想让自己心安，我告诉你非常世俗的一个说法，也是实实在在的。我对你的看法就是，请多挣钱。谢谢师父。你反对吗？没有，没反对吧？啊，说对了哈。不管就是说你的心灵的境界多么高尚，你的心灵境界可能已经到了2万米高空，已经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对不对？但是你的手头1分钱没有，我不相信你能够心安。你的天天心里很搅乱，知道吗？所以我说，你要想一个年轻人，你想过上那种让自己比较舒服的这个生活哈，其实你要有一笔存款。我说是真的。那你还很棒，你看又转行又找工作。其实你说的累要休息的原因哈，其实他们去见客户，去推销你的所谓其实就金融产品嘛哈，是不容易的。全凭长得帅，还有嘴好使，包括你卖的产品也不错，才能赚回点钱来。我觉得他说的那些哈，以他今天的年龄和资历来说，他赚的1个月4、5千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很难。就是你卖多少这个东西，你才有一点就什么提成回扣才能拿到，是很艰难的。所以他刚才说的这个想找一个这个工作与生活中的平衡，其实感觉到疲劳了，是这样吗？哈，对，每天你回到家之后，尤其是说今天根本一无所获，白给人谈了，还请他们喝了咖啡，吃了面，可是我白花了钱，我也没赚到钱，对不对？这个时候让你就很痛苦。但是人生就是这样，这就是长大了的人生，和我们小时候听童话故事的人生。说大灰狼来了，说大灰狼其实就在门外头一直敲门，没敢进门咬你，对不对？但长大的人生之后，处处都是狼，你不小心就被吃掉，这就是事实啊。所以当你还没有更多存款的时候，其实你应该有一个愿望，我要赚更多的钱啊，那我在支配这些钱的时候就有点绰绰有余的话，那如果你1个月能赚到那8000啊1万，我觉得你再给我讲说我怎么样啊找到什么 balance 之类的哈，我告诉你哈，就在大马，就是月收入达到1万块钱的，他也找不到什么 balance， 他过生日最多就吃了1碗鸡饭而已，还不敢奢侈，知道吗？就是这样。所以因为我们华人还懂得过日子嘛哈，就是当你真挣钱多了之后，你看你要买房买车，你还要存一点钱哈，藏着以备这个，对，叫不时之需，就是你特别需要的时候，你看我有钱来支付，比如说有时候看病啊，或者有这种特殊的问题需要钱的话，我有点存钱。所以我们华人是特别能存钱的啊，所以你要有这个意识，好吧？就是你的工作来说哈，你带给我的感觉是你的精神疲劳，是你的精神疲劳。我理解你做推销的工作哈，其实非常艰难，
但是你现在去做直接找人推销业务来说，其实对你的人生其实在经商你对你的人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学习锻炼的一个好机会，你千万不要随便改你至少要想到至少要干5年，你就最后就牛了很厉害了。那如果你扛下5年去，你那个如果嘴巴特别好使的话，那可能你每个月收入几万块钱都不是问题你先别高兴太早，我一说这个他就开始咧嘴笑太幼稚但是你的个性我告诉你想听吗？他比前面头那个姑娘呢更犹豫不决，更矛盾型，而且你的相貌之中我发现还有说，你看长得眉清目秀，对不对？你都看不出问题来，但是我看的问题是你是叫轻重不分，越是大事越糊涂，你容易犯这个错误如果我说错了你可以背后打我没问题，但是我是看到的事情我就告诉你，那你呢就避免自己这些问题，这些是在你的 DNA 之中写着的，就像那个个性，天生什么个性，老师怎么骂你，妈怎么骂你，你改不了的，就是这样子比如说有一个是首长，首长就是比如说是一个元帅，如果他该做元帅的工作的时候，可是呢他喜欢的做的是什么呢？做秘书的工作对，他就是所以这两个东西特别容易混淆，在相貌之中叫龙虎死斗这个分不清谁是主角谁是配角你容易犯这样的大的错误。所以你在遇上大事的时候，以后再改职业的时候，你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以你的相貌告诉我你的职业你不出3年就要换所以你一定要稳住。那我现在提醒你，你最好做超过5年，你才能吸取非常多的经验。你知道很多就是我们就打工族能够将来做得很厉害，赚钱很多，就是靠就是直白与人说话销售，将来如果做得好就会赚很多钱，这是真的，我没有来骗你就是这种历练这种历练是难得的，非常难得的经验所以注意这个就可以了。还有呢，我给你个小法物带上注意出入平安的问题。对，谢谢师父希望你越钓越好，好吧？来，戴在手上。好的，愿你诸事吉祥。那当初师父看了我的面相过后，然后就是有说我有矛盾的性格，那其实我也是蛮认同。做这某些事情的时候，然后可能我在做这样事情，可是我心里是想着别样的，就会有自相矛盾的那个倾向，导致到很多时候我在生活很容易想很多，然后很多时候明明做了决定，然后还是会往回想，就挺累的。我的妈妈就有提议让我处理事情上果断些，就也不要去回头太那么多，就不要去回头望以前已经做了的决定这样。那师父当天提醒了过后，那对我这个矛盾的性格些微妙的改善，那不完全移除，但是就是当我就是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都会提醒自己，就让自己别在那里内耗，也不要在那里钻牛角尖，就先做，也不要去想那么多。经过师父的点醒了过后，那我是欣然接受了，就是我们是需要年轻需要打拼的这个事实，而不是在那边想怎么去平衡生活。师父的这番点醒，就宛如就是在茫茫的海洋上面的一艘船，让我抛下那个海锚，然后就让我定下来了。那师父当天也是有建议我，就是至少就是坚守这份事业5年。那我觉得经过这个师父这番点醒了过后，我觉得我是可以办到的。那目前就是第一，我就
增广自己人脉，然后认识更多人当然也保持自己的那个水准，就是那个成绩。假如是有一些机遇，我可以去升职或者去能学到更多东西，那我会更乐意去学。那对我未来的就是事业会更好。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